嗨，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开箱啊！开箱的这个是 Verify 这家公司所生产的大盒级的2号键5账号。那以市面上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要做一艘5账的话，只有大概1970几年吧，田宫所生产的5账号到现在，它虽然有改版，不过它的细节的各方面的程度一定是比不过现在的新品。那如果你要用更高昂的费用来做5账号的话，你也可以选择78025，再加上 Pontos 的改套，它可以改成5账号，把大和号改成5账号。那除此之外的唯一的选择，以目前市面上唯一的选择，就是 Verify 这家公司它所出的5账号。那我们今天要开的5账号呢，它是 DX 的豪华版，所以就包含了它的蚀刻片、3D 列印件，全部都在里面。那我们就直接开箱。我发现大陆现在有很多的产品都会在他们的原装箱里面装上这个东西，来保护他们的产品。以目前来讲的话，不要说模型啦，各行各业来说，中国大陆是一直有在提升他们的产品各方面的细节啊，包含这种防止碰撞啊，因为我们做模型的玩家大部分都会蛮 care 你的盒子的状况，所以它可以尽可能的去保护你盒子的边边角角。那这个细节他们也有顾虑到，算很不错。5账号，它的盒绘这看起来就很昭和的那个感觉，蛮老旧的。他故意就是做的旧旧的，看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跟大盒的设计差这么多。大盒看起来就还蛮干净漂亮的，那5账它就故意把它做的年代久远这种感觉啊。不过盒绘看起来是还蛮特别的啦，就在岸边补给之后，可能是要出去作战还是怎么样，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盒绘。不过它大致上该画出来的东西是都一定有画出来，包含张线啊、舰载机啊这个东西，所以它这个场景是在什么地方就看不太出来，应该不是在武港。好 ，OK。那再来呢，我们看它旁边盒子的旁边呢，有配色的建议的参考图，那包含使用的颜色。军舰是 C35， 我不知道它是使用哪一家的颜料的建议。不过以做军舰来讲的话，尤其是2战的日本海军打到最后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去维护这么多的军舰，所以颜色上的话，它应该会有很多地方的补漆是一块一块一块。照理来说啦，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那颜色也不会是30造船厂那边出来的原本的基本的颜色，我觉得应该都不是。那它也有写这边的甲板色是使用黑色，所以是应该是夜战的时候配合，因为我记得大和号它在夜战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涂装。那另外一边就是5账号这艘战舰所有的诸元，那使用的是全日文。包含它的满载排水量什么都有写上去啊。盒子说实在的是
旁边看起来识别度非常的高啊，真的蛮漂亮的和绘。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打开来看它里面的细节长得怎么样。好，我们大致上盒子里面打开之后所看到的就是所有的零件就是这个样子。那在和绘上显示它应该是要配黑色木夹板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给我的是木纹色的木夹板。不过它的木夹板是徐燕的这个牌子，所以品质应该是毋庸置疑啊。不然以前我在使用其他的木夹板的时候，以台湾来讲这么潮湿的状况，没有多久它就会脱胶，然后就会翘起来。所以为什么我的船我大部分都是用手涂的手绘的木夹板，不使用贴片的木夹板，就是这个样子。那这次我应该还是使用手涂用手绘的方式来制作木夹板，因为就算它是3M，我觉得在这么潮湿的状况下，也是很有可能会脱胶。OK， 它的说明书，它有预告了，再来他们会上市的产品就是我们的 ATAGO，然后我记得他跟我说应该是先上市是高雄号，就它里面的宣传是放的是 ATAGO 爱当。然后这个是所有的板件说明书的图 ，OK， 说明书，彩色的，制作方式跟田工来讲的话，会有很大的差异性。以副炮来讲的话，它就分成了很多个零件，主炮的话也是，不过它的主炮反而是没有炮塔下结构。OK， 船身是左右两侧下半段这样组装，然后旁边的这个排污孔 ，OK， 飞行甲板，它的3D 图都画得很漂亮，这是新世代的产品，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来看板件的细节等一下，它这边有印了一份3D 列印件所使用的位置图，然后10颗片的说明书，印得非常的大张，非常的大张，彩色的，细节蛮多的，OK， 所以它在以武藏号来讲，跟大和号的剑桥的背面这个楼梯爬梯的构造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地方真的是 OK 的，是很正确的。那一般来讲，其他的细节就我们到时候制作的时候，一边用考证的书本来跟你们做解释就好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板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钢板断差的设计做得非常锐利，然后包含它上面竟然有铆钉它的钢板上面竟然有铆钉我们不用自己再打铆钉了，真的这个就很省事了，而且细节做得很漂亮。到船尾，对，都打上铆钉。那我们看船底，船底这个地方就没有铆钉了，船身的两侧是有开出铆钉的，所以看起来会特别的细致这可以省下很多的工序听声音也听得出来。所以船身来讲的话 ，OK， 好，那再来就是它的甲板，
木甲板的纹路也蛮漂亮的，所以直接用手涂甲板、手绘甲板就好了。它甲板一整块开给你的，所以要贴木甲板其实也不是不行啊。可是我怕，因为毕竟木甲板是有一定的厚度的，那你手涂甲板上去的话，是可以把厚度降到最低。在后面的机库，这是机库的部分。机库包含烟突的部分，机库也可以看得到它的纹路也做得还蛮漂亮的，它的防滑纹路。然后到这个地方，防滑纹路消失了，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刚好上飞行甲板遮住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看不见。那轨道还有做预留孔给你，这应该是不管是粘10颗片或者是粘塑胶件，都还蛮 OK 的，至少它有定位给你。好，再来就是它的剑桥的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剑桥上面都是有带铆钉的，所有的铆钉都有出来，所以以细致度上来讲的话，真的是进步了非常多，而且东西看起来都很锐利。小艇就没有什么好看的 ，OK， 舰手。舰手的这个纹路是有点太高了一点吧，不过看起来就是为了诉求要锐利，所以才制作成这个样子。好，再来就是它的金属炮管，然后包含所有的金属件，就是做成这样子一小包，然后放在里面。铆链，再来是主炮组，是亚麻头，是同一套，所以是共用的模具。那我们看看它的主炮，所有要装栏杆的地方孔都已经预先打好了 ，OK。然后它的12.7高脚炮上面的铆钉也都做出来给你了。说真的，它的这些塑胶件的细节度真的是暴打天工啊！毕竟天工的产品也有一定的年纪了，包含细染装。这个做出来都还蛮漂亮的。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分模线。还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分模线，所以以细染装来讲，你只要把它剪下来，稍微打磨一下，就直接粘上去就可以上色了。做起来就是省事啊。这个是主炮的部分。OK， 再来是后飞行甲板。后飞行甲板以及左右两侧的防空机炮的位置做出来的是这个样子。这个部分它跟大和号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它这块板件就是专门为了武藏武萨西所开的。然后上面的油布甲板的走向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样子走直线的。那到时候是用10颗片贴上去。
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缩胶明显的感觉啊，看起来品质还不错。OK， 再来这一些是跟大和号共用的。它的剑尾2块，为什么它要做2块？一个是圆的，一个是平的，所以它是圆的跟平的，这个就要查一下资料了。然后烟突它也拆成了非常多的件，然后让你下去粘，主要是为了让细致度更漂亮。以塑胶件来讲的话，这一片就没有什么特别好介绍的。然后这边，这个才是5丈号，刚刚那个是大和号的，所以它板件都给你，所以做到最后就会多了蛮多料出来的。OK， 我们看一下，你看以剑尾来讲就不一样了，这是大和号的设计，有这个东西。然后5丈号的设计可能结构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另外开在这个地方。这是板件上的差异。OK， 然后弹射架啊，舰载机，这个是防空机枪，开的很细致啊，真的，它的防空机枪开的非常细致啊。好，舰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舰岛，所有的铆钉的位置都有出来，而且跟书上画的是一样的位置。然后防滑纹路，这是放喷浸炮的地方。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就很漂亮，因为以田宫来讲的话，田宫在这个地方做的就非常的疗效，非常的潦草。所有的通风设备都开出来，这几乎是不需要再使用蚀刻片，很细致的东西。OK， 小艇，好，这个亚麻头共用的，我觉得它主要是为了我们的推进器的桨，然后旁边的一整排的高射炮所制作的板件，还有我们的排污管道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没什么好看的。OK， 好，再来这个是探照灯，防空机枪，单装的也开得很漂亮，只是它在角度不能调。目前为止角度可以调的应该是伏基米，可是伏基米的东西做出来就是整个机枪看起来就是伏基米的机枪看起来就是一个悲剧啊！以比例缩放到1:350之后，你看看伏基米的比例，这个是伏基米的，它高低是可以调整的，可是做出来的细致度就真的没办法跟野火比。OK， 好，再来这个是望远镜类的，这一包都是。
这几块板件是特别的用发泡包起来的，看看。剑桥，剑桥顶部的结构，新的模子就是看起来就是舒服啊，你看，该有的细节都有，锐利又漂亮，都不会糊糊的，而且目前也没有看到什么缩胶的状况发生。再来就是后桅杆，这一版就是后桅杆。为什么要用这个包装？我蛮怕去切到零件的。你看桅杆的部分，桅杆也开得非常的细致。观测所的背后，铆钉也都有开出来。OK， 后射击指挥所的下面，你看是一整圈的铆钉，真的是有够细啊，很漂亮。OK， 好，剑手，然后它的副舵上面的铆钉全部都有开出来，这应该是第二主炮的下面的那一圈，细节都蛮到位的，很细致。越后面出的模型会有它的优势在，那它的优势就在现在都有可能附上一大堆的 3D 列印件。那 3D 列印件呢，就可以帮我们省掉非常非常多制作蚀刻片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它的带炮盾的对空防空机枪，3连装的。感觉是没有什么 3D 列印会出现的沉纹，上面是没看到。然后上面的栏杆有开出来给你，不过前面的这一圈栏杆没有，那可能需要你自己再用蚀刻片连接上去。哦，3连装防空机枪，没炮盾的。直接做整个开给你，哇，这个省时啊，可以省掉非常多的时间。因为5账号的防空系统，说真的，其实东西也是蛮多的。OK， 射击观测所，有列印成纹，不知道它这个平面为什么要列印成这个样子。OK， 好，再我们就看它的蚀刻片。
这一片是原厂，如果你是买标准版的，那这一片就会附，包含了卷扬机，然后舰载机的承载架，然后还有我们的剑桥的视窗，然后这两个是油布甲板的走道的压条，再来这个是搬运轨道，就是我们的飞行甲板的搬运轨道。OK， 好，再来这个就是飞行甲板下面的支撑，该有的都有。蛮漂亮的，制作起来应该会蛮多很刺激的东西。这个部分就差不多了。其实大致上每一家厂商针对大河级的剑桥的设计都会蛮细致的。给它栏杆，好，弹射架 ，OK。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开箱就到这边，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来制作野火的5账号，那期待下个礼拜更新啊，各位拜拜。